这两天我们明显感觉到意识形态被放了一放，又谈到这个中美贸易了，尤其是关于第一阶段的协议执行的过程，是不是会出问题？因为明显的感觉到一点，中方进口美方的物资其实正在下降，有国内疲软的部分，也有对第一阶段的协议当年夸大了这种事实，是吧？从去年开始一直流传出来，要增加2000亿的这种销售量，而且在未来可能会更多。关于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它不太现实，而且今天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其实主要是美方的。我们知道全球经济都处于半停摆状态，欧洲有一些国家正在恢复，但是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都宣布它的居家令或者叫禁足令要延长到6月1号以后。那么全球的情况并不好，为什么美国这么重视中国能不能履行这个协定呢？其实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15%，而且未来极有可能会达到25%。美国正在被迫重启经济，在这一时刻能够拉动民众信心的就是有强劲的出口，因为出口带动了更多的机会。我们知道其实美国现在担心的不是已经形成的态势，而是担心第二波失业。那第一波主要是与人接触的，人群比较密集的，是吧？餐饮业、制造业、运输业，所有的与国际贸易相关的东西其实都很危险。美国仅仅是在满足本国的正常运转，比如说美国国内的卡车司机、美国的邮局、美国的超市、医院以及一些必要的生活服务相关的行业。那么其他行业我们知道基本上都已经停摆了，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办公室的工作会被取消，也就意味着未来失业的人群将逐步扩大，就不仅仅是服务业和制造业。因为疫情的原因，因为有许多企业包括大学考虑到疫情短时间内不会结束，他们从长远的角度考虑，已经在处理自己今后的一些计划了，甚至有一些大学明确的宣布永久性的关闭了。历时100多年的这种悠久历史的百货公司也有关闭的。各行各业出现了这些情况，导致美国政客在这一时刻只能放下政治上的分歧。我们看到两个前总统站出来说话，小布什呼吁两党在对抗疫情的过程中能够放下政见，要维护美国人的利益，暂时抛弃党派的分歧。那么奥巴马呢？奥巴马片面的指责川普的做法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声音，它与即将迎来的大选是有关系的。美国与中国采取的是不一样的道路，我指的是在疫情的过程中，我们先把病毒到底来源于哪儿放一放，有可能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有答案，因为无论是国务卿还是川普总统都已经明确的表态，他们已经获得了许多病毒来源于武汉批次研究所的这些情报，稍晚一些会向大众公布。最主要的问题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解决方案
中方采用的是被动群体免疫，他没有向任何人公布他们的政策，但实际上他们采取的就是这个方案，因为这个方案在牺牲中国人生命和健康的条件下，它能吸引更多的国际代工需求。许多国家因为恐惧，因为不能强加给民众危及生命的这种工作要求，所以有许多工作机会还是落到了中国人身上。中国正在开工的企业不是完全无效的，其实有许多东西，即便你生产的再不合格，但毕竟你填补了市场的空缺。中方在强令自己的经济复工，以牺牲民众健康为代价，换取了出口增长，这是非常罕见的。全球都在降低，你在增长。那么总体的经济而言，可能没有几个国家是良性的。我们看到真正经济在增长的 GDP 在增长的，其实只有台湾，也就意味着谁掌握了主动，谁在本国范围内控制住了疫情，谁就掌握了话语权。我们都知道台湾是真的，到目前为止它没有大面积的爆发，所有的监控措施非常明确，而共军是隐匿了整个疫情在国内蔓延的情况，甚至有一些城市重新进入了封闭，但是他不愿意说。没有主流媒体的传播，老百姓口口相传，大多数人是不信的。听到说是苏南这样的城市又被重新封闭起来了，人们认为是天方夜谭，就如同这个消息来自于外星一样。中国正在孜孜以求地保卫自己的工作，政府要求生产线能够满负荷全开，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它只能是一个低产能的运作，而作为老百姓来说，能有一份工作就可以了，只要你不让我自费隔离，其实没有什么是可以惧怕的。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其实是不一样的。中国在保卫的是源源不断的创汇能力，牺牲的是民众的健康和生命，而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这是不现实的。川普一直在说我们要重启我们的经济，但是各个州有自主权，他们更多的要考虑本州百姓的健康。我们都知道这是两种制度、两种文化下的对立。中国现在的做法刺激了一些外来的需求，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停摆，而消耗品它不可能完全不要替补。每一个人即便待在家里，你总是要使用一些东西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中国站起来了。所以我们看到无论哪一个国家，你在这一刻你能恢复的自己的经济，快速恢复自己的经济，其实对本国都是有利的，无论他用什么样的代价。只不过一个是告诉你，一个是不告诉你。欧洲有很多已经宣布放开居家令的地区，正在逐步收回，或者说市长是吧？当地国家、当地地区的一些领导人非常迅速的要求民众一定要尊重公共守则，要戴口罩，要保持安全距离。但其实他们也是被迫于无奈正在开放。至于像非洲、东南亚有很多国家其实根本就没有明确的限制，
居家令在一些国家被严格的执行了，甚至逮捕了一些人。但是更多的国家，政府没有能力安抚住饥民，民众没有足够的存款来度过居家令禁足时期。美国相对好一点，因为有政府补贴，但是它的问题是，它肩负着全球经济发动机的这么一个使命。美国强悍的购买力带动了全球经济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，在美国出现的，因为经济停摆，因为失业率高涨，而且在未来极有可能更高，它导致了美国的消费能力正在削弱，这就导致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恶性循环，谁都不愿意看到这一点。所以无论是有没有国家站出来顽强的想支撑住经济，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。整个世界的看点还是在美国，看它什么时候能恢复，因为这对全球的经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